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上一期咱们聊了荒漠中的船舶公墓，其实在前海岸边曾经有2座著名的渔港城市，除了上期的穆伊纳克，另一座就是正在重生的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尔斯克。阿拉尔斯克的故事始于1905年塔什干奥伦堡铁路的修建。1921年是阿拉尔斯克最精彩的时刻，渔民们对列宁的呼吁做出了英勇的回应，一列列满载肥硕大鱼的火车开向北方，以供给俄国饥寒交迫的民众，从而创造了苏联。但几十年后，苏联却给阿拉尔斯克善良的渔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1960年开始，千百年来流入咸海的阿姆河和希尔河的河水被大规模的截流，用于快速发展棉花种植行业。仅希尔河上就建立了30个水坝，用于浇灌棉花。当时棉花出口在苏联是重中之重，他们将棉花视为白色黄金，而对咸海的灾难却视而不见。现在的阿拉尔斯克到处都是低矮的单层住宅，中央码头生锈的起重机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同时也是咸海灾难最引人注目的历史证据。祖孙3代面对同一座港口，年轻人也只有通过咸海渔业博物馆才能感受到往日渔业的辉煌。老人们每天游泳的地方，时隔几十年，00后们看到照片才知道，原来这里曾是大海的边缘。渔业的消失使渔民们第一次尝到了买鱼的滋味，很多人转行以养骆驼为生。扎兰纳什就是一座骆驼村，但咸海的消失对于骆驼来说也是一个灾难。骆驼长期吃着高盐的草，会头疼头晕，最后一头枪地痛苦死去。在扎兰纳什也曾有一座船舶公墓，但近些年生锈的船舶被一一拆除。哈萨克斯坦政府决心让咸海重生。2005年，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座12公里长的科卡拉尔大坝，以阻止希尔河水进入南咸海，从而提高北咸海的水位。如今年轻人正在学习出海捕鱼，捕鱼业在阿拉尔斯克又一次重现，即使在冬季冰天雪地，也仍然可以小有收获，满载而归了。小朋友们也拥有了海滨浴场，彩色的渔船也进一步印证了咸海在哈萨克斯坦正在重生。也许乌兹别克人对科卡拉尔大坝并不满意，但对于南咸海的恢复，似乎所有人都无力回天。曾经咸海中的岛屿变成了沟壑纵横的荒山，而这座咸海中央的复兴岛以及岛上的凯图巴克生化鬼城却越来越引人注目。在地图上仍旧清晰可见鬼城边缘呈雪花状的4跑道机场。从1940年开始，复兴岛就成了苏联最高机密的阿拉尔斯克7生化武器研究实验存储基地，曾有1500名生化专家及其家属住在岛上，直到1992年才整体搬离。但在岛上军事级别的病原体病毒研究及存储，在苏联人撤离时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2002年，美国生化工程师带领113人的团队，用了3个月的时间，耗费500万美元，才将岛上遗留的近200吨炭疽病毒中和。除了这些，苏联人在这里还研发出了史上最强的增强型天花病毒。据一直从事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彼得·布尔加索夫将军透露，1971年7月30日，阿拉尔斯克7对400个增强型天花病毒株进行现场测试时，不幸引发爆炸，结果15公里外研究船上的一名研究人员被感染，并将病毒带到了阿拉尔斯克小城，造成了10人患病，其中3人死亡的悲剧。这就是著名的咸海天花事件。彼得将军还坦言，在1912年的满洲里，有11万人也同时死于了天花。直到现在，小城阿拉尔斯克依旧还能看出一丝淡淡的忧伤。距离阿拉尔斯克6小时火车的拜科努尔却总是喜气洋洋。1961年4月12日，第一位太空遨游的宇航员加加林就是从这里起飞上天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是世界上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的太空发射中心。建于1955年的拜科努尔小城位于发射场南部，是一座专门为航天中心服务的城市，其原名为列宁斯克。其实真正的拜科努尔并不在这里，苏联政府为了误导外人掩人耳目才使用此名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向哈萨克斯坦租用拜科努尔至2050年。每当有火箭发射时，拜科努尔都会变成各国游客聚集的地方。说了这么多，这一期内容稍显复杂，不知你听懂了吗？来自旅行长念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